爹爹，昭昭刚刚哭不哭？当然哭，宝宝刚刚太厉害了。我永远都不要跟爹爹分开。此时扎古神色仓皇。大祭司，你不是说找到圣女，把她投入万蛇坑祭祀，便可以躲过天灾吗？万万不能再等了，快举行祭祀仪式。元池面具后的眼眸沉着一抹鬼笑，摇了摇头。为何不行啊？因为巫瑶她根本就不是圣女。你敢骗姑？皇上误会了，真正的圣女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你在跟姑开玩笑吗？她可是前齐两国的皇太女，她怎么可能是圣女？大祭司，你这般反复无常，前后颠倒，很难不让姑怀疑你在故意挑起草原和其他两国的纷争。30多年了，本座若是想要你这个位置，早就唾手可得了，何至于等到今天？你以为这么说姑就会信了吗？你拿什么让我相信你？你究竟是什么人？哼，人？你其实想问的是，本座究竟是不是人吧？哈哈哈哈哈哈！扎古，你我各取所需，我帮你灭天火，赢天下，你帮我报仇，不是很好吗？知道的太多，反而会危险，你说是吗？好，你要我如何配合？翌日，什么人嘛，这白月人也太会吹了，一个怪模样的树叫神树，一个臭蛇坑叫圣坑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身后的脚步声不紧不慢，却不出声。我说白月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浩辰表情有丝不悦，索达飞问：你刚刚嘟囔的那个赵锦成是谁？你听见了呀，那是我铁兄弟，他要是在这儿，肯定比我还能吐槽，他这个人最是……浩辰没等他说完，抬步便走。喂，你走这么快干什么呀？哇，你怎么又停了？哎呀，你怎么搞的？哎呦，昭昭的发型，爹爹今早刚跟我说好的。哼，云昭昭啊云昭昭，怎么还是这般不长进？前方是祭祀盛宴，元池的宠物不该出现在那里。你总是这么容易让人帮你，不过今天你没那么好运了。云昭昭，枉你能御兽又怎样？它可不是凡间之物，它是大祭司召唤出来的神兽腾蛇。在众人的惊诧下，歪着头看腾蛇。想起来了吗？用我再帮你回忆回忆吗？怎么会是他？他这小祖宗怎么下凡了？原来是小祖宗呀！失敬失敬。少来这一套！我问你，你不是去找青龙报仇了吗？怎么会下凡帮元赤助纣为虐，还带了他的圣宠？什么圣宠？他一个怪物也配？小祖宗，我可清白了，一点凡人浊气都没被沾染，就吃了几盘点心而已。我问你，元赤到底是什么来头？赤焰石是不是在他那里？没错，我玩了2天，本来要走的，可这火我试图灭过，没用。直到昨日，无意间发现这个大祭司在操作赤焰石，我这才决定留下来，为民除害。实际他是想得到赤焰石，拿回去找青龙炫耀。小祖宗，那大祭司身上有落水渊的煞气，你要小心呐。云昭昭，你在搞什么鬼？你把腾蛇都找来了，我骂2句怎么啦？格桑树下，天神，求您赐福，告诉我们如何度过灾劫，让您的子民在这片草地繁衍下去吧。神啊，请指引我们吧。爹爹，昭昭不会有事的，相信我。忽的一阵风旋过，艳丽的格桑花大片飘落，打着旋儿飞向了云昭昭的方向，几乎把她整个人罩在里面。神旨已下，
把格桑花的使者投入圣坑，方能安定天下。此时，颜色丰富的格桑花从深红到粉红再到淡紫色，簇簇旋落在打扮贵气的女孩身上。天神赐福了，圣女就是解救我们的使者，我们百越有救了。不，我才不要被投入蛇坑，我不做圣女。圣女，当初你来我乌兰部落做客，可是极为神气地说你贵为圣女是上天的旨意，此刻为什么不遵从天命了？对啊，总不能只享受不付出吧。百越如今天火肆虐，正是需要圣女出力的时候，还请圣女勿要推脱，解救草原吧。是他害我，刚刚大家都看见了，格桑花一开始是朝他过去的，是云昭昭使用妖法，是他才该被投入万蛇坑。一切本来都计划好的，按理说大祭司不会出错的，这一切定是腾蛇搞的鬼，为什么神兽也能被他操控？爹爹还没吃饱。你不好奇我是如何下来的？还有那赤焰石我是如何得到的？你不好奇吗？救我，救了我，我什么都告诉你。云昭昭，天神主意，让贵人负责祭祀，助我百越脱离火海。那好吧，他蹦蹦跳跳地跑到了万蛇坑边。我都来了，你可以说啦。再废话，我可走啦。十二长老，武器！死到临头，巫瑶没什么好隐瞒的。你们御兽宗崇尚天道，同门团结友爱，万万没想到吧？吴庆他就是个邪修，抓来少女练蛊气。要不是我天分高，他等着利用我在宗门大比出风头，他早就把我杀了。小金莲能看出来，巫瑶并没撒谎。云昭昭，我是活不成了，但你也别想好过。凭什么你生来高贵，被御兽宗上下奉若神明，而我出生就要被爹娘抛弃，在乞丐窝抢食？凭什么你明明被我换了身份，依旧能当上皇太女，来日光明灿烂，而我就要在阴沟里苟且一生，永远活在你的阴影里？凭什么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向着你，而我落得众叛亲离，有家不能回？都是你的错，都是你！云昭昭，你去死吧！微热的鲜血飞溅在脸上。爹爹！刚要表达一下心中的小激动，隔壁巫瑶突然一声凄厉的尖叫：我的手臂，我的手臂！大祭司，要不先止血吧？对呀，没娘的孩子看着真可怜，要不还是先用些药吧。突然，从人群后冲出来一个穿着粗衣烂衫的女人，她的面容苍老，皱纹堆砌在眼角、额头。瑶儿，我的瑶儿，你痛不痛？娘来了，别怕。娘，你终于来了，瑶儿好想你。瑶儿手臂断了，再也不能练字练琴了。可怜啊，多漂亮的娃娃，如今落得这个下场。自作孽不可活，他不害皇太女，又怎么会被南宫大人砍断手臂？因果循环，报应来得真快。要我说啊，最可怜的还是这个娘，10月怀胎照顾长大，如今肯定痛彻心扉了。正当众人感慨的时候，孙姨双手掐住巫瑶的脖子。娘，为什么？你还有脸问？你个害人精妖女！若不是你，侄儿不会死，侯爷不会死，侯府不会被人指着脊梁骨吗？我乃是京城的一等命妇，所有人都羡慕我夫妻和睦，儿女双全，都是你害的，都是你！你怎么不去死？娘亲，孙姨愣了。就在这时，巫瑶嘴角诡异的勾起，用尽全部的力气起身撞向他，两个人瞬间跌落蛇坑。子慧，去死吧！短短的功夫，二人已经过了10多招。爹爹别玩了，快去帮忙呀！你个臭崽子，走了这么久也不想爹，跟着你二爹心都玩野了。
萧荣章见斗得差不多了，乖宝，不用担心，等爹处理了他，今晚就带你回家。好呀好呀，昭昭要跟爹爹回家。昭昭必胜，爹爹加油，出击！齐尊接到南宫雁的消息，在不落城外布置好人手，这才迟迟而来。加油加油，我们必胜！海蝶3天，踢他的胯下，那里是元赤最脆弱的地方，保他死翘翘，大力呀！大祭司是我们百越的人，这简直没把我们看在眼里。对啊，大家也上，帮助大祭司赢得这一仗。你在干嘛？嘿嘿，这一招可厉害了，轻则让他吊裆，重则让他脱毛。他可是男子啊。知道啊，这样才能暴露最脆弱的位置嘛，方便爹爹们踢。昭昭这一招起名叫做地爆天星。说话间，一道道黄色符纸飘然而至，把刚掏出赤焰石的元赤围住。天啊，是鬼！大祭司是鬼啊！大家快逃！你们看看，我这一身伤，可是拜你们所赐。北帝、子慧、墨兰，100年前的仇怨，我们今日一并了结了吧？元赤，草原部落多走失云英少女，在前2日，暗卫回报，在扎卡奇部落后山发现不少头骨，是你做的对吧？你用邪法修炼骨气，想要重焕皮囊，对吗？这种异教之术他闻所未闻，不知为什么就这么在脑子出现，然后平静地说了出来。子慧，3人之中，属你最虚伪，要杀就杀，说那么多名头干什么？不还是要我死？不过今天不一样了，你们看这是什么？赤焰石，你这坏家伙，怎么把它弄成这样啦？你究竟是谁？你怎么能换得动它？好笑，它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好吧？听好啦，我的名头说出来吓死你！我就是天上有地下无，古往今来第一显圣，一枝梨花压海棠，江湖人称玉面小白龙的云昭昭，你的小祖宗是爷！怎么样，拍了吧？哼，乖宝做得好，出门在外身份都是自己给的，不愧是我女儿，真不错呀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墨兰，你还是这么肆意顽劣，仗着法力高强，又是天尊最宠爱的太子，把谁都不看在眼里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一句话透露的信息太多。我要杀了你，杀了你！一句话透露的信息太多。萧荣章顾不得分析，元赤已然握着赤焰石念起咒语，霎时间风云突变。爹爹，赤焰石不怕水鬼跑呀！说话间的功夫，云层裂开，几道天火瞬间从云层后坠落，所碰过的草地营帐、牛羊快速燃烧起来，并且呈扩大之势。赤焰，你在助纣为虐，到处拉屎，我就再也不和你玩了！到处拉屎，护卫们嘴角一抽，小公主总是这么出人意表。怎么啦？到处放火不灭火，这跟拉屎不擦屁股有什么区别？袁昭昭太气了，全然没看见上空被元赤抓在手里的石头上的黑咒悄然间挣脱了一道。快帮忙救人啊！向湖边跑，那里地面潮湿，能暂时脱困。身后一道道天火阻断了暗卫的脚步，再看去，抱羊羔的小女孩已经和小公主不在原地了。袁昭昭吭哧吭哧地抱着羊羔，背着小女孩往王庭跑去。脚没事，你别怕。没事，怎么会没事呢？曾经和赤焰石玩闹，她被烫一下，手心还是会痛的呀。陡然间，她想起了小天道的那句话：混沌清廉，先天地收，去灾度恶，圆满功成。
赤焰石是世间至阳之物，唯有至阴的混沌青莲才能抵消它的业火。混沌青莲就是它，周围大火肆虐，空气被灼烧的变形。过了好一会儿，云昭昭又抱着赤焰石从穿过火蛇回来了。圆乎乎的身上只烧得剩下一个小亵衣，光着2个小脚，满脸是汗，直冲身后烧得最厉害的地方跑去。来不及了，告诉爹爹们，昭昭会找到回家的路的。爹爹刚刚说的话是黄爷爷的意思。历劫归来的仙神从没有再下凡的先例，你黄爷爷这般安排，已经是对你格外宠爱了。可是昭昭在凡间是被烧死的，突然这么回去，不是诈尸了吗？会不会把祖父祖母还有学院的小伙伴们吓一跳啊？放心吧，你黄爷爷都安排好了。距离那事过去已经快1年了。祖父祖母，昭昭好想你们啊！昭昭，我的乖孙孙，祖母还以为死之前见不到你了。我的乖孙，我的心肝啊！半年前我重病不起，太医说是心病难医，都要准备后事了。可后半夜我做了个梦，梦里白衣天帝朝他走来，样貌竟和儿子一模一样，说他是紫辉上神，而昭昭也还活着。就是这个梦让他活了过来。在这里，你就是我儿子，不孝子啊，你可算是醒了。太傅府肉眼可见的热闹起来。祖父祖母别太惊讶哦，昭昭给你们带了好多宝贝呢。这个是灵犀草，延年益寿，药效神奇哦。还有紫霞花，清热解毒驱寒，正适合祖父的老寒腿。还有等等啊，怎么掏不着呢？小奶团鬼灵精怪的模样让太傅夫妇怎么都看不够。找到了！小奶团掏出一根粗壮的如纺锤般大的何首乌。当当，祖父祖母吃了这个，保证头发都黑回来，年轻10岁不止。到时候还带着昭昭各府显摆去，肯定让人羡慕。哎呦，祖父的乖孙孙呀，你怎么知道祖父想干嘛呢？好，我和你祖母一定吃完，到时候天天带你串门去。好呀，到时让爹爹也去，咱们一家肯定是京城最亮的。昭昭啊，你南宫家的祖祖在你走后身体每况愈下，去江南疗养了。待过些日子回来，一定要去看看他，知道吗？都是昭昭走了，害祖祖还有祖父祖母跟着伤心了。我们昭昭本领大，拯救了那么多人，是最最勇敢的宝宝，我们都为你骄傲。对对，昭昭真的很不错。翌日，云昭昭换回一身虎豹装，虽然有些热，但头一次回学院，必须这么穿。周婶竟然走了，为什么呀？昭昭还给她带了礼物呢。小娃娃，这里的束修可不便宜，你连个正儿八经的学院服都买不起，一会儿定然要挨夫子训。懂事儿的就别让你爹娘负担太重，去其他平民学院也是一样的。读书不分贵贱，其他学院就其他学院，干嘛说平民？嘿呀，你个没见识的！这鸿蒙学院隶属国子监之下，其他学院能比吗？这国子监是什么人呐？那可是天子门生，你个小孩子家的。正说着，突然门外一声哽咽大喊：“昭昭！”云昭昭急忙回头，青青景城，子谦、泽燕、虎萌萌，
昭昭好想你们呀。袁昭昭，你答应过我们什么？在滑雪的那天，你答应过我们什么？你还记得吗？昭昭记得，我们要当一辈子的好兄弟，永远不分开。你食言了，你食言了。赵景成哭得涕泪横流，这一年他真的太难过了。昭昭的离开仿佛一道牢笼，把他们困在了过去。你食言了，你骗我，骗我。昭昭错了，昭昭也不想的。你说吧，让我做什么你才能原谅我？小爷不管，从此刻起，你在我这里被判处终身胖招，小爷要天天叫你这个，直到你保证再也不走。不行，保证也没用，小爷要亲自看着你。云昭昭哭得笑出2个鼻涕泡。滚吧！朝阳公主，我们一起去学堂吧。昭儿，升级考试你没参加，你还是丁班的学生，你呀留级了。什么？一间宽敞的阔室，光线明亮，书声朗朗。赵景成，你还要扭动到什么时候去？屁股上长钉子了吗？陈夫子，您真幽默。过了一会儿，陈夫子叹了口气。赵景成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报告，夫子，我尿急，真的憋不住了。那你刚才不说？刚才没那么急。陈夫子没好气地摆摆手。可恶，抢我台词！眼见季子谦作为班儒，魏泽言作为副班儒，光明正大的出去学办拿教材，顾青青又借口帮忙一起跟着出去了。太子，我拉稀了。那去啊，还站在这里干什么？还不去？是夫子。你们看，胖昭在丁班一点也不违和，他没长个儿。拜托你长长脑子，昭昭本就比咱们小，如今4岁，和丁班那些学童一般大，当然不违和。你给我小声点，都听不见夫子跟昭昭说什么了。云昭昭，你曾经在丁班学过1年，今天的练习就由你来吧，温故知新，这样方便你跟上课程。保佑我大哥，千万别丢人。夫子请讨教。古人学问无遗力，下一句是什么？是什么呢？有些耳熟，怎么就是想不起来呢？昭昭，这句他们念过，我告诉你。不行的，昭昭跟二爹保证过，再不用你作弊了。那好，你自己再想想，我相信你。不着急，这是丁班下学年才讲过的，你多想一会儿，无妨。就在这时，余光突然扫见侧窗下，只见季子谦朝他一笑，先是指了指学堂里的学童，然后又拍了拍旁边的赵虎，然后比了个成功的眼。古人学问无遗力，少壮功夫老始成，夫子可对？没错，云昭昭回答得很对。哇，他好厉害！对啊，我还以为他背不出来呢。你这不也是作弊？和峰峰我告诉你有什么区别？你不懂，一个是原则问题，一个是态度问题，不可混为一谈。所以呢，到底有啥区别？你倒是别逃避我的问题。课后，昭昭，他们有的说你重伤，你现在没事了吧？闯进天火之后的事，昭昭都不记得了。爹爹说我有上天保佑，所以才能遇难成祥。没错没错，一定是这样。我还是想不通，你连天火都能扑灭，怎么会背不过一句诗？真是笑死小爷了。不用云昭昭动手，其他4人磨刀霍霍，捏着拳头过去把某人胖揍一顿。昭儿，留级的有次补考，知道给你补考的夫子是谁不？谁呀？不会是？没错，就是残呱呱，那个跟你最不对脾气的夫子。你有毛病啊？干嘛总吓他？
顾青青一个铁手扭上他胳膊，赵景成极有先见之明的跳开，却不想被旁边的魏泽言默默伸出一条腿，绊了个跟头。你呀你，学坏了，都是你惯的，你怎么就不惯惯小爷呢？还没说完，到点儿了，开饭了，昭昭闻见香味儿了，兄弟们冲啊！胖昭，你就是小爷的克星，我算服了。谁让你总要惹他，你可真是闲呢。那俗话怎么说来着？明知山有虎，偏向虎山行。我大哥真棒。笑屁啊，大师亲没听过啊？我有点想周婶了。唉，昭昭你不知道，周婶流掉了一个孩子，加上你的噩耗传来，她那阵子总哭。杜叔看她没精力做饭，就跟院长请辞了，说是带她去换个环境，养养身体。所以现在的厨娘是之后请来的吗？不是，杜叔走后没人采买，她是跟着她男人来的，后来就在食堂干下了。这个花神做饭没周婶好吃就算了，还总手抖，让咱们都吃不饱。就是啊，明明树秀椒一样多，凭什么咱们多要点他就阴阳怪气的，别人就没事，真过分。麻烦让个座，刀哥有事要处理。刀哥，虎头帮的那个刀哥，看你眼生，上午没在学堂里见过你，难道逃学啦？请病假，到中午才能回来。刀哥请。不用那么客气，可以详细说说吗？这花厨娘到底病情有多严重，手抖到什么程度？几个女孩一见她，当即亲切地喊了声昭昭，甚至还有个眼熟的，就是那个王放。嘿，你不是那内裤？好汉不提当年勇，那事儿过去了，我叫王放，公主还有印象吧？记得呀，在学校叫我昭昭就行。说话就说话，动手动脚干嘛？我这不是怕内裤的事儿，被他提。别说，他还真有点总管太监的气质。昭昭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出去说吧。你们先吃，一会儿榕树下把虎头帮兄弟都叫上，好久没见，咱们说说话。大家不用担心，昭昭回来了，他很厉害的，一会儿有什么问题都告诉他好了，虎头帮会帮咱们解决的。昭昭，不是我们刚刚不想说，若是说了，那花神下次给的更少，我们真的不想被针对。对啊，其实吃米饭也能吃饱，但被区别对待就真的很难过了。明明大家都是同学。珊珊学姐说是因为我们家里都是普通百姓，那花婶才敢这样，还说你很厉害。刀哥，你真能帮我们吗？我记得你家境尚可啊，怎么也……我娘1年前生了个妹妹，如今肚子里又怀了2个，即将临盆。我爹和院里商量了，让我勤工俭学，负责帮花婶的丈夫刘丽采买挑担。从此以后，那花婶就苛待我了。不过再过分，也不像这些学妹一样没有肉吃。我走了。云昭昭一个眼神儿，虎萌上前拦下。好个花大姐，不仅趁我不在的时候大搞学院霸凌，甚至还欺负我虎头帮兄弟，搞重男轻女那一套，真是老寿星吃砒霜，活得不耐烦啦！圣手书生何在？大哥吩咐，即刻修书一封，让海东青送给周婶，就说昭昭回来了，想他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说完抬步就走。智多星何在？大哥请讲。刚听王放说跟着采买后开始为难他，本帮主怀疑这采买的货有猫腻，你去查明收集证据。季子谦当即应声：昭昭，我呢？我干什么？这些臭男生霸占了我们的红烧肉、卤鸡腿这么久，也该尽尽心干干活了。王放去协助子谦收集证据，至于有的人嘛，
你这不也是搞性别歧视吗？况且有的人是谁，小爷没名字吗？你嘛，是我老铁，所以就叫铁子，怎么样？就叫这个铁子赵景成，太好玩了，昭昭起得好。赵景成脸色青了又红，拽着某团子不依不饶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换回个威风凛凛的名头。玉麒麟这才满意的领命走了。入夜，是不查不知道，一查真卧槽！那花大姐着实可恶，专挑年纪小没家世的女孩子下手，手抖不咬肉不说，还专挑人少的时候，说话戳人家痛处。什么你一个庶出学那么好干嘛？家业也没你的份。什么难怪你身上有股怪味，原来你爹养猪的呀之类的，气死小爷了。若不是王放帮忙，这东西还真难找到。被刘丽藏到墙角的砖头里，是他收回扣的证据，等着月底一并清账呢。娘的，来鸿蒙学院骗财骗吃的，真当我们虎头帮吃干饭？喂，作为同窗听到这样的事，你还吃得下去？道义呢？我相信大哥，他哪次都没有让人失望过。那花大姐在他手里过不了一招，就得跪地爬。虎萌萌，属你最贴心，拿去，里面的东西随便吃，都给你。正说正事呢，你怎么就先睡了？昭昭倒时差，天上反正困嘛。你个胖昭，行，睡吧。好的。这一年，我想昭昭想的不行，娘说我瘦了。幸好他回来了，小爷这一年都快病了，要么睡不着，要么睡不醒，梦里还全是他和咱们在一起的画面。醒来后心里又酸又扯得慌，难受的紧。都一样，现在好了不是吗？对，再不让大哥走了，咱们6个永远在一起。对，他这次回来别想再离开小爷的视线，别说嘿，只要看着他我一点都不困，精神的很。我今天可以和昭昭一起睡，夫子说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们4个可以滚出去了。你好狠毒的心，你利益当前竟抛弃同伴。对啊，你太让人意外了。昭昭说了，这次的事情了结之前，你们这帮霸占红烧肉卤鸡腿的臭男生不可原谅。要走你也得走，男女授受不亲，你也是男的，男人婆不能留下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门开了。南宫夫子。少妇大人。各回各屋，早些睡觉。几人傻眼，完球了，这下谁也不用抢了。我已经尽快处理那些破事了，怎么还是没赶上？昭昭睡熟了没？没睡熟叫起来，让我跟他说说话。国事就是国事，什么叫破事？有你这样的皇帝吗？不然换换，我当父子行不？门在那边，滚吧。做事之前想想后果，你可别忘了，有人还不如你呢。对啊，咱们战神还远在齐国呢，过几天回来了，又多一个人抢我乖宝，不行，今晚我必须留下。南宫燕嘴角一抽，他是这个意思吗？只听过架杆子就爬，没听过没杆子乱爬的。很快，静室的门无情地关上。老子如今是皇帝，怕你不成？等着瞧好了。乖宝，爹走了啊，梦里再见哦。翌日清晨，爹爹早上好啊，是在帮昭昭准备衣服吗？是啊，某人昨晚后半夜撒癔症似的突然睁眼，让我一定帮他准备好，说什么今天有大场合必须闪亮登场，是不是你？怎么一点都不记得啦？不过今天真的需要这身衣服，爹爹再帮我往肩头加2颗星星吧。星星？在2个肩头加上吗？那样会好看吗？当然。如今不同了，我爹爹可是紫薇天帝，作为他的女儿，昭昭浑身都应该闪动着智慧的光芒。
自今日起，我虎头帮更上一层楼，走的道路可是跟以前大大不同哦。好，爹爹给你做。发射爱的信号，爹爹接招。早饭时，小公主啊，快把碗伸过来，花婶啊，给你打得满满的。你把米都给了我，其他人不就只能打汤了吗？这样怎么行？最近米价贵，我这也是为学院节省啊。撒谎！都让你们两口子贪了，还敢说是为了学院？你放屁！娃娃们正在长身体，你克扣娃娃们伙食，真是缺了8倍得了。哇，周婶、杜叔，你们回来啦！昭昭啊，你都不知道那帮人说你，婶子的心还都疼死了。我那么好的昭昭，怎么可能没有老天保佑？周婶，昭昭想你。你身子才将养好，别哭得太狠。我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周家姐姐既然出去寻富贵了，就不该再回老主顾家，这是规矩。你今日来，莫不是抱着其他心思吧？这话按理就是在指责他们为了外面的大好前程忘恩负义。赵景成第一个不敢。我呸！我婶子离开是为了养病，才不是什么寻富贵。就是，周婶回来是为了看昭昭，你自己龌龊，就把别人也想得龌龊。这鸿蒙学院，你放屁！娃娃们正在长身体，你克扣娃娃们伙食，真是缺了8倍得了。哇，周婶、杜叔，你们回来啦！昭昭啊，你都不知道那帮人说你，婶子的心还都疼死了。我那么好的昭昭，怎么可能没有老天保佑？周婶，昭昭想你。你身子才将养好，别哭得太狠。我没事儿，你放心吧。周家姐姐既然出去寻富贵了，就不该再回老主顾家，这是规矩。你今日来，莫不是抱着其他心思吧？这话按理就是在指责他们为了外面的大好前程忘恩负义。赵景成第一个不敢。我呸！我婶子离开是为了养病，才不是什么寻富贵。就是，周婶回来是为了看昭昭，你自己龌龊，就把别人也想得龌龊。这鸿蒙学院是弄学问的地方，吵来吵去不成体统，还违背院规。我夫妻2人是白纸黑字聘下的，这没错吧？看不出，这琉璃还读过院规，难怪能收那么多回扣。昭昭，要不要？他掏出袖里那份采买单子。先不急，昭昭有办法。云昭昭踩在凳子上。注意了，注意了！根据院规第3章16条，若学子公然抗议，对伙食不满，食堂营善者可重新聘选，公平竞争。是以昭昭提议来一次厨艺大赛，谁做的好吃谁留下，怎么样啊？真有这条？不是骗咱的吧？刘丽傻眼了。传闻这小公主连背首诗都难，怎么院规却记得这么清楚？周儿，你咋知道的？废话，你被罚背100遍，你也记住了。败给你了，胖昭。这时，后面院长季从儒从外面走进来。朝阳的提议很好，我赞成。好，我们都赞成。对，这个主意新鲜，有趣极了。就这样，自鸿蒙学院100年创建时以来头一次的厨霸争锋正式展开对决。这怎么还不开始？早饭没吃，已经饿了。快了吧？虎头帮说他们刀哥更衣去了，出来就开始了。更衣？江寒孤影？还是虎豹双翔？正好奇之时，身后咚咚咚咚鼓点敲响。他非说这叫智慧的光芒，还非要往鞋里塞厚厚的一层鞋垫，没看见高了一截子吗？你小声点，一会儿听见了。你没事儿，那个上手书生都绷不住了，你看呀。季子谦扭头，果然一向寡言的魏泽言笑歪了头，肩膀不停耸动。
这时刀哥站上高台，俗话说好饭不怕晚，大家不用急，今日有紫微星智慧的光芒照耀，我们的厨艺争霸赛一定能圆满成功。说完双手一抬，闭上了眼睛，全场鸦雀无声。此处应该有掌声。好家伙，原来等这个呢。这小公主人缘太好了，咱们不会输了吧？要知道这做饭也是个肥差。放心，里头平头百姓的孩子寥寥无几，其他的少爷小姐我都伺候得极好，况且厨艺我有信心，只要舍得用料，不愁赢不过那胖妇。你悠着点，身子才好，就算输了也没。周婶一瞪眼，那怎么行啊？就算冲这些娃娃，我也必须回来。况且刚刚昭昭给我吃了一粒糖豆，不知咋回事儿，我身上那股虚劲一扫而空，现在浑身充满力量，感觉比一头牛还壮呢。真的？那还有假？赶紧烧火，烧旺点，我今天要大展身手。好嘞。昭昭，既然咱们有他吃回扣的证据，干嘛不直接赶走他们，还费这么大功夫搞这个比赛？自然是偷得浮生半日闲，上午不用上课，还能吃到胖婶的饭，岂不快哉？原来真相就是这样，还以为有多大的智慧光芒呢。大哥的智慧你们竟然不懂，只有我明白。大哥，时间到，院长、夫子、同窗们，排队打饭啦！削成琼叶片，嚼作雪花生。谁能想到这是在形容馒头片啊？哇塞，院长你可真有文化。这次的事子谦已经告诉我了，多谢小公主鼎力相助。哪里，我辈女郎该做的交给虎头帮，院长放心便是。季从儒朗声一笑，走上前方，把属于自己那一票投进了周婶面前的票箱里。没事儿，咱们这边人也不少，不怕他们。周婶每样都要，打满满的那种哟。昭昭啊，这几道都是婶儿拿手好菜，蒜香排骨、红烧肉卤蛋、葱花肉卷儿，还有香酥鸡腿，连着香菇鸡粥都要黏糊了，你多喝几碗啊。好嘞，昭昭能喝4。小奶团伸出4根手指，然后想了想，直接伸出一只胖手。能喝5碗，外加4大盆饭。周婶等我啊，咱们一会儿再见。祖宗哎，至于吗你？以后又不是吃不到了。你根本不懂，昭昭这几日裤腰都松了，根本没好好吃饭。云昭昭不跟他废话，快速吃完。太好吃了，周婶，这1年不见，你都瘦了。那也算因祸得福，婶子早想减肥了，这一下可省得烦恼了。不过婶子看你才是真瘦了不少，看看这小脸儿，咋没肉了？来，能吃就多吃点儿，有婶子在，很快就给你补回来。他们瘦了吗？没有吧？那人被拍了脑袋。重点是这个吗？你个傻货，看不出来肉都没了。娘子，比赛呢，你都成了，后面人尝啥呀？这个其他素菜也不错，来，大家尝尝啊。都是偏心，华婶偏心有家室的学子，而周婶偏心小公主，照我看没差呀。就是，而且今天花婶一看就用了心的，味道还真不错。呆，你们哪个班的？报上名来。甲班吕贺、王启仁，乙班周学勇、赵伟英。好，你们几个没情没义的世家子，自己吃得好，就不管别人死活了。花婶的偏心，让出身普通的同窗吃不饱，你们没看到吗？而周婶是在大家都吃饱吃好的基础上偏爱昭昭而已，这也让你们心生不满啦。吃不饱，同窗饿肚子都不知道，真是冷血。
我们对童装关心不够，请大家见谅。对，我们才不会跟那花神投票。票选结果，周神以极大的差距遥遥领先，赢得极为光彩。院长，我娘子手艺不行，我们认，可我没犯错，这才买的活可不能辞了我吧？季从儒眼神一冷，从儿子手里接过收据，展开。还需要我多说吗？这里是鸿蒙学院，在这里求学的学子人人平等，若有针对霸凌的现象，本院长绝不饶恕。和儒雅外表不同，季从儒雷厉风行，很快就把这对贼夫妻扭送去官府了。来啊，一起跳！对啊，昭昭，多亏了你，来一起跳。不用了，今天的昭昭是稳重的。这时，一阵惬意的凉风带来冷松香气，又稳又重，倒也不算说错。易哥哥，你回来了。祖祖好些了吗？他也跟着回来了吗？身子还难受吗？昭昭，小金莲被他的情绪感染，他知道的，这一年大家都因为他的离开很不好过。易哥哥，昭昭想你，想祖祖了，可想了。宫锦衣无法宣泄内心的喜悦，清泉般的笑声朗朗而出，肉眼可见的高兴。昭昭，你这鞋里都塞了些什么呀？这是鞋垫吗？怎么会这么厚啊？2只圆胖胖的虎头鞋落在地上，被众人围观。有的小孩用手比划了下，竟足有1扎高，震惊众人。原来他们以为的长个儿，真相竟是如此。云昭昭小脸通红，臊得跟个胖头鱼似的。昭昭再也不要理易哥哥了，易哥哥是大坏蛋，肿么见人呐！你呀，人不大还挺要面子。放心吧，今日虎头帮主办的除霸大赛已经传出去了，京城百姓这会儿估计都在夸你聪明呢。那是，昭昭就是聪明。看见我肩头的星星了吗？这可是智慧的象征。你呀，也不怕牛吹得太高，让天上的紫薇大帝听到了。他知道呀。吹牛皮。怎么啦？是真的，昭昭说真的。还吹？就是真的嘛。山脚下，兄妹2人没有营养又极为温馨的笑谈声从马车里传出来，渐渐飘远。易哥哥，这个怎么放到这里了？昭昭记得之前在6王府呀。后面好一会儿没人答话，他奇怪地回头。你啥时候来的？干嘛打晕我一哥？哥哥2字还没说完，数名的剑已经横在宫锦衣脖颈了。说啊，怎么不继续说了？干嘛这么凶啊？最近情绪又不稳定了。某尊上蹲下身，凝着他，嘴角似笑非笑。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？什么嘛，不就是多叫了几声哥哥吗？至于这么吓唬我吗？哼，臭坏蛋，昭昭也不是好惹的。这些是他给你做的？才不是，都是三爹给昭昭做的，从王府搬过来的。才不是，都是三爹给昭昭做的，从王府搬过来的。我问你，今天和这人都做什么了？他对你好，还是我对你好？喂，我招，我什么都招。说完，小手指点着下巴，一点点回忆白天的事。我们玩了牛拐骨、投沙包，祖祖安排了谢宴，易哥哥帮昭昭剥肉来着。某魔尊幼稚尚不自知。哼，不过如此。他就这些能耐了，喂个饭陪你玩算什么？随便哪个都能做。我还帮你倒过小公桶呢，他能吗？其实昭昭今天在学院吃了2大盆饭，4碗鸡肉粥，
糕点零食也吃了很多。那个回来的时候在马车上憋不住，蹲了次小公桶，所以一哥哥现在也是帮昭昭倒过小公桶的人了。云昭昭，你没原则。原则是毛啊，蹲小公桶和原则扯得上关系吗？你说，若是我今日不来，这家伙是不是就要睡在这窝里了？不是，昭昭其实要睡这里的。见树明不信，真的，不信你看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哟。说完往上一爬，尴尬的事就这么发生了。竹编的摇篮在铁架上晃悠2下，哐当一下倒扣下来，毛崽子连进都没进去，直接被摇篮扣在地上，身板躺平。乖，别哭，是摔到屁股了吗？都怪你欺负昭昭，哇！明天还有考试，昭昭不活了。明哥哥错了，乖哈，别哭了。明天升级考试，眼睛哭红了不好看。乖，别哭了啊！来，哥哥帮你复习，保证让你明天通过考试，这样能原谅我了吧？真的，你蘑菇那么多公务，不去处理了？都没你重要。来，你哪里学的不好，哥哥帮你讲。好。不算厚的一本书，云昭昭只翻开前2页，树明赞赏地看着他。就这些不会吗？看来你掌握的不错。嘿，不是，昭昭只会这2页，其他的都不太懂。没关系，已经很不错了，起码还懂一些，哥哥帮你讲。其实昭昭说保守了，不是不太懂，是都不懂。乖，先闭嘴好吗？让哥哥缓缓。翌日清晨，哎呦，我们昭昭吃的这叫个福气相，别人家可羡慕不来。可不是嘛，听说京城怀孕的妇人床头都不挂年画娃娃了，挂的都是咱们小公主的画像。但就说这福气哪是普通人攀得来的。昭昭，今早一哥哥怎么会在自己房间里醒来？你不愿和哥哥一起睡，所以才在他困倦后让仆人送他回去。为什么昨晚一点印象都没有？哼，一哥哥属猪八戒的嘛，竟然倒打一耙。本来昭昭今天有升级考，想让你辅导功课的，结果你竟然嫌弃昭昭笨，不肯跟我睡。祖祖，你帮昭昭教训他。他嫌昭昭笨？不会啊，你功课本来就不好，要嫌弃哥哥早嫌弃了，怎么会等到现在？哎呀，这叫什么话？锦衣，昭昭是你妹妹，你做哥哥的不仅不帮她辅导功课，竟然还数落她。哼，祖祖，没关系的，昭昭上学去了。昭昭，一哥哥不是那个意思，一哥哥怎么可能嫌你？哥哥带你去卫宣房，把甜点零食打包个遍行吗？哎，你等等哥哥。小奶团闻言眼神一亮，哦耶，意外收获。小爷还以为你惧怕考试，今天要请假不来了呢。大哥，这2包东西好香，装的是什么？这是一哥哥帮昭昭庆祝通过升级考的，一会儿考试结束，咱们去饼班和大家一起吃。红豆糕、海棠糕、核桃酥、桂花芙蓉饼、玫瑰荔枝冻、银耳莲子糕、银丝百合卷。天哪，所有卫宣坊的糕点都有，宫少主太豪气了吧！昭昭，宫少主以前不是控着你吃糖，说怕蛀牙吗？今天怎么……哎，不对，这不是重点。你刚刚为什么那么自信说今天能通过考试啊？嘿嘿，恶补一晚上，肯定能通过的。考堂里，卷子呢？怎么还不考啊？一会儿点心要凉了。昭昭，奇怪得很，
我去他寝舍看过，卷子都是空白的，他根本没出考卷。啥呀？这层呱呱不按套路出牌，想为难他。想想曾经二人不愉快的课堂回忆，袁昭昭冷汗都下来了。小公主，我们呀，这是咋了？今天咋走煽情路线了？小公主为了天下苍生，敢于牺牲自己，跑进天火。以前都是岑某人眼界浅薄，对您存有偏见，实在是愧为人师，请小公主原谅。考堂外，完了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你别胡说，我对大哥有信心，他一定可以通过双级考。既然如此，你手里的这是什么？我这是……虎蒙磕磕巴巴，咻的一下把木棍扔去了身后。怎么办？我真的很想和大哥在一起，没有他的饼掰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你这乌鸦嘴，就不能说点好听的吗？什么叫不好的预感？给本小姐说清楚，不然我……哎呀，你看见两人的样子了吗？还要继续说吗？顾青青愕然，只见季子谦、魏泽言两人脸色苍白，跟僵尸似的站在考堂前一动不动。好日子，真是好日子！五人齐刷刷眼神一亮。昭昭，难道考试通过了？那必须的。岑夫子还夸昭昭了，说我只要把精力用在学习上，将来定然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、满腹经纶的优等生。夸的词太多，昭昭都记不得了。总之，那个叫天赋异禀的饼，昭昭是吃到了，说我就差勤奋了。才华横溢，满腹经纶，兄弟，赵景成满肚子的庆祝词卡在喉咙里，跟傻子似的，半张着个嘴呆住了。你们也不相信是吧？昭昭刚开始也挺惊讶的，不过岑夫子说昭昭拯救万民，功德无量，从前都是他的错，还求我原谅他呢。哎耶，我们又能同班了，太好了！小爷一会儿告诉其他人，他们肯定得高兴坏了。对啊，昭昭，你能回来真是太好了。大家听我一言，如今下面还有丁班的小不点儿看着呢。我们当学长学姐的要注意形象，要为他们这些小家伙做个好榜样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该上课了，咱们赶紧去吧，迟到可就不好了。说完，跟个兴奋的小牛犊一样冲向新学堂。拜托，他和丁班的年龄一般大，个头一般高，竟然叫他们小家伙，真是笑死人了。昭昭有学习的热情是好的，大家千万别打击他。没错，我能理解他。昭昭最在乎的就是文化，如今他终于在这方面被肯定，他一定很高兴。我要去提前用这些封住他们的嘴，谁也不能打击我大哥的积极性。对对，我跟你一起。课堂上，好，朝阳率先举手，这个问题就由他来回答。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，此话多用于文章最后，做感叹用，何解？回禀夫子，昭昭传信时也多用这一句，虽然不是这几个字，但有异曲同工之妙。哦，怎么个异曲同工法？说来听听。赵景成也瞪大了眼，难道胖昭真的背着他进步了？如果是亲近之人，这话意思就是爱你无需多言；如果是交恶之人，这话就是关你屁事。夫子可对？哈哈，朝阳的态度还是值得大家学习的。云昭昭越发觉得他是天赋大饼，于是夫子，昭昭能回答。好，还是朝阳来回答。君问归期未有期，下一句是什么？
不管3七21。丙班人倒吸凉气，眼神震惊。嘿，其实也没有什么啦，昭昭在对诗上颇有才华。哈哈，没关系的，夫子再换一个，同是天涯沦落人。别人用碗，我用盆。岑夫子眼前一黑，有些缺氧地看着他。春风不度玉门关，我佛不渡铁憨憨。哐当一声，丙班大乱。夫子，来人！夫子中暑晕过去了。昭昭，你确定是因为中暑吗？月光皎洁，给剑尖学社镀上了一层银色。弟弟快过来，昭昭正在练字呢。宝宝乖，岑夫子的事不必挂在心上，他进医馆也是因为……昭昭知道的。小奶团望过来，嘴角忍不住高高翘起。虽然岑夫子进了医馆，昭昭笑有些不道德，可是夫子被昭昭的才华所震撼，激动的晕了过去，这是对昭昭极大的认可啊！昭昭一想到白日在学堂上的对答如流，就觉得浑身是劲儿。弟弟，昭昭又给你们争气了。奶团子大大的眼眶里满是自我感动的泪水，荧光闪闪，弄得南宫燕瞠目结舌。宝宝，你确定吗？当然，全班33人，没有一人不被昭昭的文采镇住，齐刷刷瞪大眼睛瞧我，仿佛我是什么神童一般。真的，他们的眼睛当时瞪得比这还大，一点儿不带夸张的。南宫燕嘴角轻扬，被眼前搞怪的小家伙彻底打败了。7月初1，乖宝，快说，想爹没有？想想，昭昭好想爹爹啊！刚碰头的齐萧和佛子大人对视一眼，齐齐勾起嘴角，推开了门。未经宣召，不得入内。你们要干嘛？齐萧眉头高挑，才不管他那套，上去抱过小肉仔，狠狠亲了一口。喂，你想打架呀？行，来呀，老子不怕你。交给你了。说完，抱着女儿就往宫外走。你俩结盟了？你如今是我臣下，你帮他？如今齐国自愿纳入大秦，他让齐豫当了个代理藩王，自己回来，明摆着是为了女儿。你跟我吵有什么用？那你来干嘛？纯看我笑话？我有那么无聊吗？南宫燕厌蠢地扫了他一眼，丢过来一个折子。你这个提议否了，理由是太过异想天开。寒假1月，暑假2月，加起来90多天，想也知道那些朝臣会是什么态度。